少爷，大少爷刚刚醒，真的需要静养，您不能进去。滚开！一个疯了的杂种，今天我就要看着你被活活咬死！给我上！刚穿越就遇上狗咬狗，原主这大少爷当得真憋屈，连狗都不如。你个傻子，竟然！你是人还是鬼？鬼啊！少爷，肥中带瘦，味道勉强。小玉，去架锅，今天吃狗肉火锅。少爷您会说话了，太好了，夫人一定会保佑您的。那个鸠占鹊巢的杨素心绝对会借题发挥，想活命得先布局。不管用什么办法，立刻藏进去，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许出声。现在跑必死无疑，杨素心正愁找不到借口杀我。来吧，畜生们！开门！天哪，太可怕了！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把这个伤人的疯子抓起来！怎么，这次打算直接绑了，再扔进湖里淹死我一次？等等，你没疯？怎么可能？我当初花重金买的疯药怎么会失效？他居然清醒了！浩儿，你记恨我，我认了。可德武是你亲弟弟啊，他看你一个人孤单，好心送条狗来给你解闷，你把狗活生生咬死就杀呢？没错，德武被你吓得话都说不清了。你小小年纪用心何其歹毒，简直和你那个善妒恶毒的死鬼娘一模一样。你再说一遍！我告诉你，你娘的死是她心胸狭隘，咎由自取。你今天若还想当秦府少爷，立刻给你二娘跪下磕头认错。秦德武放狗咬我，如果不弄死那条狗，死的就是我。我要真想杀他，他怎么可能活着回去？你胡说！夫人和二少爷对你这么好，你简直是白眼狼！好演技！孽畜！你听听下人怎么说！事到如今，你还敢嘴硬？你给我闭嘴！我娘善妒恶毒，我娘没有收受贿赂，是她拦着你这位好二夫人捞钱，才保住你没下大狱。我娘没有害她流产，更没有和下人有产，那是杨素心设下的毒计，而你居然信了，当众休妻，逼死结发妻子。你以为你是凭什么当上这开阳伯的？那是用我娘救过皇后的恩情换来的。反了，来人，把这个大逆不道的孽畜拿下，省得传出去说我秦家虐待庶子。你们这群伪善的家伙，就这么喜欢看别人的痛苦吗？给你们点颜色看看，我自己来。你要干什么？快阻止他！谁敢动一步，信不信我现在就死给你们看？不信，你们就试试。只要我死在这儿，一个时辰内，开阳伯府虐待黄昏人一路致死的消息就会传遍整个京城。皇帝陛下本来就因为退婚的事在震你，你的伯爵之位怕是不保了。还有你那些见不得光的烂事，见光之后是什么后果自己清楚。浩儿，你别冲动，这是秦府内院，消息绝对传不出去半点。是吗？那你回头看看墙边。夫人，墙头有一把梯子，坏了！子谦，他的丫鬟小玉不见了。秦家哪里对不起你？被冤枉的滋味不好受吧？可惜啊，我说的全是事实。子谦，快派人出去追！那丫鬟才跑出去，肯定跑不远，绝对不能让她把消息传出去。小玉，千万藏好，我这条命就看这出空城计能长多久了。夫人，卧房没找到。夫人，井底也没找到。这个小丫头片子到底藏哪儿去了？一旦秦昊真死了，消息传出去，国公府的政敌绝不会放过我。逆子，你到底把那个丫鬟藏哪儿了？你真想拉着整个秦家给你陪葬吗？伯爵大人别急啊，反正我都要死了，拉着你们这帮畜生垫背，黄泉路上也不寂寞。要不你们再仔细找找。你这个孽畜！我就喜欢看你们这副气急败坏又干不掉我的样子。老子饿了，那个交头接耳的小丫头，去给我弄吃的。巧儿，既然浩儿饿了，还不快去准备点热乎的饭菜？站那么远，是心虚饭菜里下了毒吗？怎么想毒死我？夫人吩咐下的只是昏睡药，只要他吃了睡过去就行了。烫死我了！夫人救命啊！小丫头，敢给老子下药，给我吃下去！我不吃，夫人救我！你求谁都没用。当初小玉护着我，你用滚烫的鸡汤泼她，你逼着她吃被你踩烂的馊馒头，她吐出来，你就让人逼着她再吃进去。这些你都忘了？你想起来了？秦昊，你欺人太甚！逆子，够了！我一个堂堂伯府大少爷，饿得皮包骨肉，
他一个下人，有的吃就该感恩戴德。再说了，是我逼他吃的吗？分明是他自己愿意吃的。不信你们问他，是不是心甘情愿的？是我愿意的，是我自己想吃的，不怪大少爷。我让你吐，我好心赏你的东西，你敢吐出来？记住你当初的规矩，吐出来的也给我吃进去。少爷在为我报仇，小玉就算死，也绝不出去拖累少爷。好啊，这饭菜里果然有毒，不用你们动手，老子自己来。蠢妇，你真想害死整个秦家？子谦，不是毒药，我怎么敢下毒？巧儿只是放了些坤睡药，想让他冷静下来而已啊。哦，伯爵夫人亲口承认下药了，口口声声说把我当亲儿子疼，转头就在饭菜里下药。这秦府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我还不如死了算了。不是我没有指使他，是巧儿这下人擅作主张。好，不是你指使的，那就是这恶奴私自谋害主子。按大梁律法，下人谋害主子，该当何罪？伯爵夫人，你最懂规矩，你说该怎么处置？这个小畜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阴险了？怎么舍不得？难道在你眼里，我这个伯府嫡长子还不如一条会咬人的狗金贵？浩儿，巧儿也只是想让你睡一觉，你看能不能网开一面？这样啊，我也不是不嗜杀之人吧？伯爵夫人，这规矩不能废啊！以下犯上，确实该罚。打！来人，把这个丫鬟拖下去。打重点，谁也不准放水。夫人救命！夫人饶命啊！打得好，这秦府的规矩总算还有点样子。等老子出了这个门，第一件事就是去敲登闻谷告御状。杨素心，你给我等着！你不能走！怎么，伯爵夫人还有指教？杨素心这回吃了大亏，再耗下去，等他找到小玉就完了，必须马上脱身。行了，既然误会解除了，我也该走了。秦昊，你就算把天妥破了，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巧了，我今年16，早就该自立门户。从今天起，跟你们秦家再无关系。他想滚就让他滚，你拦他做甚？子谦，浩儿大病初愈，衣衫单薄，这样跑出去会冻死的，别人会怎么议论我们秦家？哎呦，真是好一番慈母心肠啊！我在这柴房冻了6年，你不心疼？现在心疼了？子谦，2个月后就是户部尚书的考核期，你父亲的人脉全力推你上位，这个节骨眼上，如果跑出去胡言乱语，你的前程就全毁了。那依你之见，留住他，哪怕是用强的，就算让他出去，也不能让他乱说一个字。开阳伯，你但凡还有一点点人性，就该拒绝这个毒妇。好，就按你说的办。好一个贪慕虚荣的开阳伯，不用你们拦，我自己走。娘，您受苦了，不能告御状，我就去当官，当大官，当比这伯爵、国公还要大的官。我记得当今长公主摆下了一副千古绝对，至今无人能解，只要能解除，便能成为长公主的幕僚，一步登天。千古绝对，巧了，我脑子里刚好有下联，这毒妇肯定会派人跟踪我。如果我1个时辰内没和小玉会合，她就会痛下杀手。我必须在1个时辰内拿到护身符。无声，大清皇朝重文轻武，只要我能解开长公主的绝对借她的事，杨素心就不敢动我。这面文牌加上平宣和履，简直是难如登天呐！哪儿来的臭乞丐？还不快把这疯子赶走！去！哪里来的疯子？速离去！我来对下联。这叫花子莫不是疯癫了？难道长公主只招酒囊饭袋，还是你看不起天下寒门学子？你休要胡搅蛮缠！若是胡编乱造，别给我打断你的腿！若是假话，我这条命你拿去；若我答对了，你答应我一个条件，可敢？有何不敢？请。哈工大的书法社，老子可是练过的。长公主的绝对竟然被破了！退后，都给我退后！护卫，拦住他们！公子大才，敢问公子尊姓大名？绝不能用真名。那刚退婚的3公主可是长公主亲妹妹，姓沈，名浩。不用紧张，我只求1桶热水，1身干净衣裳，再加1顿饱饭。沈公子，里边请，热水酒菜马上备齐。我这心里怎么七上八下的？来人，再去给我搜，把秦昊那个破院子给我掘地3尺。如果找不到，就把那院子平了。秦家再没秦昊这个人。
长公主，您设下的上联有人对出来了。怎么可能？离殿下的赌约明明只剩2天了。进来回话。殿下请看，这是什么字体？受而不缠，锋芒毕露。去前堂。你这老糊涂，你闯大祸了，知道吗？我怎么了？必须快点搞定这里。小玉还在地窖里等我。大胆狂徒！长公主殿下未到，谁允许你擅自落座的？椅子摆在这不就是让人坐的？难道是用来当摆设的？祖宗啊！你面对的可是当朝长公主，连皇子见了都得毕恭毕敬，你居然敢顶嘴！草民沈浩见过长公主殿下。见公主不跪拜，只是鞠躬。你这脑袋不想要了？免礼。谢殿下。沈浩，你可知罪？殿下，草民一介书生，若有不知礼目冒犯之处，还望殿下海涵。草民仰慕殿下已久，此次对出下联，只为投奔殿下，效犬马之劳。你对出下联，便是死罪。什么？这副绝对是本宫与朝中众文臣立下的赌约，1月为期。若无人对出，本宫赢；若有人对出，本宫输。如今你对出了下联，你说你该当何罪？我操！我怎么没听说过还有这种要命的赌约？这是什么地狱开局？对出下联不仅没奖励，还要掉脑袋。都怪你，明明就差2天了，你偏要这个时候跑出来显摆，害得殿下输了赌约，你万死难辞其咎。小昭，退下。看来这位长公主并非小肚鸡肠之人。既然赌约这么重要，那我就只能……公主殿下，草民的下联并未当众公开。若是这赌约对殿下至关重要，那殿下大可当草民从未出现过。这下联，草民也从未对出。殿下若是不信，可问管家。回殿下，沈公子的下联确实未曾公开，老奴一拿到手就立刻呈给殿下了，外人绝对不知。不必了，输了便是输了，是我小觑了天下读书人。管家，把下联挂出去吧。可是殿下，这赌约……去。是，老奴遵命。这份愿赌服输的气度，难怪传闻说，若他是男孩身，这大清皇朝就没太子什么事了。公主殿下，那草民现在算是您的幕僚了吗？你还要不要脸？他殿下说了这么重要的赌约，还想当幕僚？没把你乱棍打死，就算是殿下仁慈了。我在跟公主说话，哪轮得到你一个下人插嘴？再说，不就是一副破对联吗？你们对不出，那是你们无能；对出来了，就不叫绝对。殿下若是因为输了赌约而烦心，大不了我再送殿下几副真正的绝对便是。你大言不惭，绝对是你说有就有的。公主殿下，草民确实不知，绝非有意冒犯。若真称得上你坏我赌约之事，本宫既往不咎。不仅如此，从今往后，你便是本宫的幕僚。殿下，您听好了。多谢殿下宽宏大量。既然殿下海纳百川，草民可否斗胆放肆一次，与殿下打个赌？大胆狂徒，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跟长公主殿下打赌？敢主动跟本宫打赌的，你是第一人。你想赌什么？就赌公主殿下绝对解不开草民出的上联。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就敢如此大言不惭。一会儿看你怎么死。哦，有点意思。出联吧。殿下，奴婢怎么都想不明白，您出的上联画上荷花和尚画，那是精妙绝伦的回云联，无论正读反读都一样，这才是真正的绝对。可您看这沈浩出的什么破上联？寂寞寒窗空守寡，这也太不正经了。还有这句才5个字的烟锁池塘柳，这都是些什么呀？明明看起来那么简单，殿下您为何要直接认输？这人简直胆大包天，赢了也就罢了，居然还敢大张大摆的跟您打赌，真是太放肆了。小昭，传令下去，以后府里上下皆称他为沈公子。殿下，你不懂。这2联看似粗鄙简单，7个实则巧夺天工。第2联烟锁池塘空守寡，5个字的偏旁正好暗合火金水土木5行，此等才思堪称惊艳绝才。此人既有文人的绝世才华，行事作风却又狠辣果决。沈浩，你到底是什么人？绝不能走正门，万一被门口那群酸儒缠上，或者被杨素新派出的眼线盯上，我今晚就得横尸街头。算算时间，1个时辰快到了。小玉，你可千万要撑住等我。绝地3尺，我倒要看看你个死丫头能藏到哪儿去！夫人，找到了！这死丫头居然在地下挖了个洞！好的很，把她给我吊起来！少爷，1个时辰过去了，少爷一定已经逃出去了。娘，抓住那死丫头了没？不仅抓住了，娘还猜到秦昊根本没有什么后手，他跑出去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好，等抓到秦昊，要把他扒皮抽筋。耶！叫啊，继续叫啊！
本少爷最喜欢听你们惨叫了。疼吗？疼就给我大声骂秦昊，只要你骂他，少爷我就赏你个痛快。臭婊子，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今天非抽死你不可！不过是个贱奴，打死就打死了。少爷，一定要平安啊！给老子住手！畜生，给老子死！救我！我的儿啊！快叫大夫！叫大夫啊！哎呦！少爷，快跑！别管我！小玉别怕，今天我倒要看看谁敢动我一根汗毛。你受的罪，少爷10倍100倍替你讨回来。死到临头还敢嘴硬，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你也别想走出去！杨素汐，你个老混蛋，老子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你有种就现在弄死我！给我上，抓活的！都滚开！我要亲手宰了他！瞎了你们的狗眼！动手前，先给老子看清楚这是什么！看清楚了吗？你确定要对我动手？龙凤图文，皇家御用。住手！都给我退下！谁也不许动！娘，你干什么？快抓住他呀！我要弄死他！闭嘴！宣德帝御赐给长公主的贴身信物，绝不可能造假。这小畜生怎么会拿到长公主的玉佩？你怎么会有长公主殿下的玉佩？你管我怎么来的？来啊！刚才不是喊打喊杀要弄死我吗？动手啊！我都说了，今天你不弄死我，你就是我养的。快点，我等不及了，我好想死啊！长公主的信物，那可是连伯爷见了都要下跪的，谁敢动她？秦昊，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和长公主到底是什么关系？那我就告诉你，我今天能活着站在这里，就是奉了长公主之命。你的那些龌龊勾当，长公主已经全都知道了。你若是识相，乖乖把我娘的尸骨交出来，长公主或许还能留你一条全尸。老子现在是在给你活命的机会，别给脸不要脸，否则你包括整个国姑府都会死得很惨。难道他真的去告了御状？不对，如果长公主真的要治我的罪，她怎么可能一个人跑回来？也必然会派禁军来拿我。秦昊啊，秦昊，我差点就认不到你了。你只不过是某种手段骗到了这块玉，狐假虎威罢了。我不信你敢冒着你娘尸骨被挫骨扬灰的风险去告密，我说的对吗？杨素汐，你大可以赌一把，看看违背长公主的意愿擅动持有玉佩的人，你这颗脑袋保不保得住？否则一旦被证来，刺杀持有皇家信物之人，那就是诛九族的大罪。好，秦昊，我承认这次我小看你，不知道你走了什么狗屎运，居然搭上了长公主这条线。但你也别得意太早。长公主再权势滔天，也管不到我秦家的后宅家事。只要我不杀你，她能奈我何？今天算你赢了，带着你的贱婢滚出秦府，永远别再让我看见你。让我走？老妖婆，你刚才口口声声要杀我，现在发现动不了我了，就想让我轻轻飘飘的滚蛋？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你还想干什么？长公主还在府里等着我回话，想让我走，可以，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要他。刚才秦德武怎么打的小玉，我就要怎么打回去。想兵不血刃的让我走，做梦！我今天不仅要活着走出去，还要让你们知道疼。不可能！你休想动我儿子一根汗毛！哦，还真是母慈子孝啊！既然如此，那我娘的尸骨我也不要了，咱们今天就鱼死网破，大家一起死！坏了，这小畜生是个真疯子！如果他真死在这儿，长公主一旦追查下来，我整个杨家都要跟着陪葬。娘，救我！我不要被他打，他是个疯子，他连生狗肉都吃啊！没出息的东西！秦昊，我知道你恨我，我给你一个出气的机会，我替德武受你这顿打。如果娘被打，是不是就不会打我了？真是感人肺腑的母子情深啊！伯爵夫人，好算计！大敬律法，子女对父母动手那是忤逆不孝的死罪。就算你只是我名义上的二娘，只要我敢动你一根指头，我今天就绝对走不出这秦府的大门。你以为我是秦德武那种蠢货吗？要么让我把秦德武吊在刑架上抽一顿，要么我立刻死给你看。3，该死，他怎么变得这么聪明了？
我是你亲儿子，放开我，我不去。德武是个男人，就给我受着。打完之后，把少爷给我送回来。好弟弟，哥哥今天教教你怎么做人。秦昊，你给我等着！跟上去，只要他落单，立刻动手。记住，要做得干净，绝不能让人查到我们秦家头上。至于这些人，封口。听说了吗？长公主的千古绝对被破了！书林汉帖翰林书，这下联简直是神来之笔啊！到底是哪位大才？听说是个神秘才子，连翰林院的老学将们都甘拜下风呢。儿臣参见父皇。免礼。青瑶啊，朕听说你的千古绝对被人解开了。书林汉帖信林书，这下联对得极妙，不知是哪位大才所作啊？陛下，此联不仅对仗工整，还提到了信林书，这还用问吗？必定是我信林院中某位饱读诗书的学子苦心孤自才想出来的绝妙下联啊！长公主殿下，您说是与不是？是啊，是啊，是啊，定是信林院的大才。长公主这场赌约，您可是输得心服口服了吧？父皇，对出这下联的，并非什么翰林院的学子，也不是朝中哪位大儒，那是何人？是一个乞丐。荒谬，简直荒谬至极！公主殿下，您就算为了输掉赌约挽回颜面，也不能说成是一个乞丐的作为吧？这简直是对天下读书人的极大侮辱！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质疑本宫？启禀陛下，翰林院刚刚核查完毕，院内上下300余人，无一人对出长公主的绝对。公主殿下，无论对方身份如何，这赌约终究是您输了。难道您还不肯承认文治胜于武功吗？是，本宫输了。本宫输了，是输在了文字机妙上，但这能证明什么？能证明你们这群只会在朝堂上舞文弄墨的酸儒，比那些在边关浴血战保家卫国的将重要吗？你们以为那是绝对？告诉你们，那种上联，本宫这里多的是。殿下口气未免太大了，您这是不把天下读书人放在眼里？那你们给本宫听好了，第一个上联，烟锁池塘柳。烟锁池塘柳，火金水土木，这怎么可能？秦昊这小子出的题还真是够绝的，怎么对不出来？那本宫再送你们一个寂寞寒窗空守寡。这简直是千古绝唱啊！现在谁还有脸跟本宫说你们比边关的武将更重要？青瑶，不得无礼，这里是御书房，不是文斗场。臣知错。眼看严冬将至，北方边关苦寒，儿臣恳请父皇下旨户部，尽快为北方戍边大军调撇过冬军备。咱急需大笔银两，哪里还有钱去置办什么新军备？于大人，大京律法明文规定，军备3年一换，如今已经拖了5年，难道你要让大京的将士们穿着单衣去和北方的起拼命吗？殿下，老臣已经上表请辞，明日就告老还乡了。这要钱的事，您还是等新任户部尚书上任后再找他商议吧。好，那本宫就问你，新任户部尚书是谁？回殿下，是开阳伯秦子谦。秦子谦，好啊。既然你新官上任，本宫倒要看看你敢不敢克扣本宫要的军备。这群只会耍嘴皮子的酸素儒生，一到要钱的时候就只会哭穷，把赈灾的烂摊子推给本宫，简直是无耻之极。如果我能早点拿到沈浩的绝对，刚才在朝堂上就能再跟他们赌一局，直接要来预费了。都怪沈浩那小子，早不来晚不来。殿下，沈浩沈公子前来示职，请问殿下该将他安排在哪个院子安置？安排个屁！他既然那么有本事，就让他在大门外坐一晚上吹吹冷风，让他知道公主府的规矩。是，老奴这就去办。等等，不让他吹冷风了。这小子能在破衣烂纱时面对我不卑不亢，南方赈灾这个棘手的难题，不如就拿来试试他的成色。少爷，你把德武少爷打成那样，万一官府来抓人，会不会坐牢啊？傻丫头，谁看见少爷我打人了？放心吧，杨素信那个老妖婆绝不敢这事张扬出去。今晚过后，秦府恐怕又要多几个人消失在夜色中了。少爷，你现在真的好厉害！沈公子，快进来。沈公子，这位姑娘的伤，老奴自会安排全城最好的大夫，但您能不能住下，得殿下点头。老罗，我多嘴提醒你一句，你今天可是害得殿下输了那场惊天大赌，殿下现在心里正憋着火呢。一会儿见了殿下，你说话千万悠着点。老哥，我在府里伺候这么多年，就没见过比你胆子还大的人，敢跟长公主打赌，你这是不想要脑袋了？多谢吴老哥提醒，老哥放心，小弟我从小胆子就小，说话绝对有分寸。你胆子小？你连皇家玉佩都敢拿去忽悠人，你还胆子小？属下秦昊见过公主殿下。过来看。
只得其形，不得其韵。你这字体精瘦却不失锋芒，本宫阅尽天下碑帖，竟从未见过。是你自创的？回殿下，闲来无事，瞎琢磨的。瞎琢磨？汉人字体流传千古，能开宗立派者寥寥无几。你这瘦金体入手简单，却极具风骨，一旦流传，必受天下文人狂热追捧。仅凭这笔字，你就算去翰林院，那些老家伙也会把你当祖宗供着。说起来，今日朱清大学士追着本宫问了一路，想招你进翰林院。你若想去，本宫现在就可以给你写推荐信。不去。原因？其一，属下既已是殿下的幕僚，生是殿下的人，死是殿下的鬼，岂能朝秦暮辱？其二，属下不是那些只会酸腐文章的文人。翰林院那帮老顽固的水太深，属下把握不住。把握不住？你倒是真敢说！明明才华横溢，却偏要装出一副市井无赖的做派。这沈浩到底是个什么怪胎？想当本宫的幕僚，光会些文字技巧可不够。本宫这里有一道实物考题，给你1天时间，若是答不出，立刻滚蛋。南方水灾求最优化救灾之法，就这？我还以为是什么千古难题呢，就考这个？怎么觉得太难？若是实在想不出，本宫可以给你换一道简单的。不用1天，属下现在就有答案。殿下，借笔墨一用。小昭，赐座，研墨。按照此法，朝廷不仅不用全额承担20万灾民的口粮，35万两白银啊！有了这笔钱，北方戍边大军的过冬军备就全有了。殿下，属下愚钝，只能想到这种拙劣的办法。若是殿下不满意，属下再去查查古籍。勉强凑合吧。还有一件事，你那2副上联，本宫今日在御书房提前用了，朝中那些大概以为是本宫做的。殿下这是什么话？属下什么时候写过上联？那明就是殿下您自己想出来的。要是殿下还缺上联，全靠吴管家刘接头。吴管家没有以貌取人，给了属下想上殿下的机会。殿下，此人不仅才华绝顶，还如此圆滑之躯，进退有度，真是天助我也。那个殿下，属下现在无家可归，不知府里哪间院子能让属下凑合一晚？不行啊！本宫赏罚分明。你害本宫输了惊天赌约，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今晚去后门站岗吹一宿冷风，明日再让吴管家给你安排住处。滚吧！什么破公主，一点都不讲武德！我都这么惨了，上联也白送了，居然还让我去罚站！万恶的封建制宪社会，资本家听了都得流泪。你嘀咕什么呢？属下是说，殿下英明神武，巾帼不让须眉，惩罚的太对了。属下这就去后门反思。最好是殿下，他刚才明明就在骂您不讲武德，你怎么不罚他？小昭，传令下去，以后全府上下必须对沈公子恭敬有加。这等治世奇才，行事乖张些又何妨？备车，本宫现在就要进宫面圣。有了这策论，本宫要让那群老匹夫跪在地上唱征服。沈老弟，殿下的脾气就是这样，这后门平时连鬼都不来一个，你就在这委屈一晚，保肯面子。老哥先回去了。吴老哥留步，那个小弟初来乍到，囊中羞涩，老哥能不能借我点银两应急？等发了月钱，连本带利奉还。哎呦，这算多大事儿？老弟拿着花，不着急还，老哥看好你。让我罚站？我脑子有坑才在这喝西北风呢。吴管家，你确定那后门平时根本没人经过？回殿下，那地方偏僻的很，绝对没人打扰沈公子受罚。走，本宫亲自去后门看看，看看这位沈大才子罚站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坏了，殿下要去查告那跳脱的性子，他该不会已经跑了吧？殿下，沈老弟，沈浩他刚才还在这儿呢。好你个沈浩！本宫让你受罚，你居然敢抗命私逃！殿下息怒，老奴这就派人去把他抓回来。这小子太不知天高地厚了。不必了，有才之人多行事乖张，他既有这份经国济世之才，本宫又何必拘泥于这点小小的繁文缛节？本宫听沈浩说，是你没有以貌取人，给了他展现才华的机会。老奴也是看他可怜，殿下饶命。你做得很好，为本宫留下了这等治世大才，当赏。赏赐你家中直系子弟1人入长公主府进修。谢殿下天恩，老奴也想干到徒弟。明日在我的居所旁给沈浩安排一间上好的客房。至于他今晚去哪儿，随他去吧。我特么，钱被偷了！谁干的？那可是我好不容易借来的2两银子！京城的治安也太差了吧！饿死了，这具身体不点恢复的快，这新陈代谢也太恐怖了，得赶紧弄点吃的，不然没被杨素心弄死，先被饿死了。听说了吗？风月楼的梅姑娘和雪姑娘今晚打茶围，只要能在诗词上拔得头筹，不仅能成为2位花魁的入墨之宾，今晚风月楼的所有消费全部免单。全免？免单？这不就是免费的高级自助餐吗？天助我也！启禀陛下、皇后娘娘，长公主求见。父皇、母后，儿臣有好消息。青瑶啊，慢点说，刚好父皇和母后也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儿臣找到最完美的赈灾之法了。朕和你母后要给你选驸马了。父皇，您说什么？青瑶，你刚才说赈灾之法？父皇，您先看这个。这字体瘦挺削拔，犹如剑走偏锋，好字。以工代赈，减免税收。我的天，这简直是治国神策！能想出此等奇策之人，乃真宰相之才也。青瑶，这是谁写的？就是儿臣今日在朝堂上说的那个乞丐。如今他已是儿臣府上的幕僚。好一个乞丐！青瑶，你可真是给父皇捡了个大宝贝。明日早朝便将他引荐给朕，朕要重重赏他。主要是儿发现的人才，不能给您。你这丫头，这大清天下都是朕的，朕还能抢你的人不成？父皇，儿臣想将此人留给大哥。别提你那个不争气的大哥，整天跟一群腐儒混在一起，还要你这个做妹妹的为他操心大位，朕何至于如此头疼？陛下息怒，青瑶这也是为了大京的未来着想。青瑶啊，国家大事暂且不提，你也不小了，是时候成家了。你可有意中人？父皇，儿臣还不想嫁人，儿臣想在出嫁前为边关将士多争取些军饷。不行，你必须成婚，这是规矩，满朝文武的眼睛都盯着你呢。好，如果父非要儿臣嫁人，儿臣宁可嫁给秦家的那个傻子大少爷秦昊。这位公子，入场费5两银子。我操！这年头吃霸王餐还有门槛，老子身上连半个铜板都没有。瞎了你的狗眼！知道本公子是谁吗？等本公子拔得头筹，风月楼自然免单。滚开！真是好大的口气，居然敢大言不惭地说2位花魁都是你的囊中之物。就是，你是瞎了眼，没看到我们青丘公子在这儿吗？这位兄头面生得很啊，看你这副寒酸样，连5两入场费都拿不出，也敢妄想成为花魁的入帽之宾，简直是痴人说梦，不知所谓。就是想混进去吃顿饱饭，招谁惹谁了？刚才秦府经历血战，现在又蹦出几个不怕死的。青丘公子是吧？怎么，你也是来打茶位的？废话，青丘公子乃是京城公认的才子，今晚的免单非青丘公子莫属。才子，我看是草包还差不多，连5两银子都要掏钱进的，算什么本事？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哼，问你话呢？谁给你的勇气在这大放厥词，说能拔得头筹？青丘公子在此，你算什么东西？我算什么东西关你屁事？见过上赶着找钱的，没见过上赶着找骂的。你是多犯贱，非要自己对号入座，庶子粗鲁！整个京城谁不知道？梅姑娘早就对青丘公子芳心兴许，青丘公子今晚必定夺魁。你在这大呼小叫，简直是有辱斯文！哟，原来梅姑娘是你内定的呀，我还以为这风月楼是你家开的呢。放肆！我们青丘公子和梅姑娘是知己，你休要出言侮辱！知己？我看你主子站着不说话，让你出来狂吠，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他养的狗呢。你，这狗腿子的话是你的意思？屠兄只是看不惯你的狂妄。至于梅姑娘，我俩的确是知己。梅姑娘，这儿有个叫青渠公子的，说是你的知己，还说你俩暗生情愫，这话是不是真的？粗鄙！我家姑娘说了，她与青丘公子只是普通朋友，还请公子莫要在外坏了姑娘的清誉。听见没？人家根本不喜欢你，也是。谁会喜欢一个连自己兄弟都不敢护着，遇到事儿只会缩在后面的虚伪小人？你看看你朋友，被我骂成这样，你连个屁都不敢放，就知道在那装清高。这种人也配谈知己？你血口喷人！就你这般，也配与本公子说话？老子最看不惯你们这群酸腐文人，天天装出一副清高样，背地里男盗女娼的孙子嘴脸。兄弟，你今天算是骂到老子心坎里去了。兄弟，你贵姓啊？免贵姓沈，沈浩。沈兄弟，走，楼上喝酒去。今晚你所有的开销，马哥我包了。马哥大气。小弟恭敬不如从命了。马英泽，这里没你的事。哼，粗鄙武夫！这风月楼乃是风雅之地，有能耐就在诗词歌赋上一较高下，只会逞口舌之外，算什么本事？你个小白脸骂谁粗鄙？老子今天非撕烂你的嘴！马兄且慢，我没记错的话，这风月楼是个青楼吧？是啊，怎么了？青楼不就是睡女人的地方吗？原来在青丘公子眼里，睡女人的地方就是风雅之地啊！真是失敬失敬！你胡说八道！风月楼乃是才子佳人吟诗作对之所，岂容你这般污蔑？哦，原来不是睡女人的地方啊！那青丘公子今晚要是拔得头筹，可千万别进梅姑娘的房间啊，免得玷污了您心中这神圣不可侵犯的风雅之地。沈兄弟，绝了！站住！梅姑娘清高傲安，绝不会喜欢你们这种满身铜臭、不知诗书为何物的粗俗之人。马兄，今晚带了多少银子？带了几百两，找10几个姑娘不成问题。怎么了？这哥们儿还真是个实诚的直肠子。不够，马兄，你再去弄点，起码得弄个1万两。1万两？干嘛用那么多？我弟要是知道我逛青楼花1万两，非打断我的腿不可。要银子当然是为了恶心他呀！你想想，青丘公子在那费劲巴拉的写诗作对，只求博得美人一笑，咱们呢？
咱们直接拿钱砸，1000两不够砸2000两，2000两不够砸1万两，10万两，这钱直接给风月楼老板，你就算是一头猪，老板也得让你进花魁的房间。我操，绝了！沈兄弟，你简直是个天才，我这就派人回去拿钱。马兄，不急，咱们就是为了证明咱们有实力睡花魁，不像某些人削尖了脑袋想当舔狗，人家还不要，真是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公子，你怎么了？兵不血刃，直接把京城3大才子之一的青丘公子齐吐血了。这姓沈的到底是何方神圣？沈兄弟，你这饭量比我营里的先锋官都大呀！让马兄见笑了，最近身体在长个儿，消耗大。沈兄弟，绝了！真他娘的绝了！我今天这道心通明了。锣声回荡，风月楼瞬间安静，绝美容眸瞬间点燃全场。梅姑娘，这是在下为您做的诗。一帮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今日多亏非我莫属。梅姑娘，这是在下为您做的诗。落花，早春见花枝，朝朝恨发迟。直看花落尽，却意未开时。句句没提梅花，却句句写梅花傲骨，我等输了。青丘公子的诗确有大家风范，不像某些只会耍嘴皮子的粗鄙之人，俗不可耐。妈的，老子今天非砸碎他的脑袋！找死！既然青丘公子给了一首诗，那我们马兄就用一首词还回去。沈兄弟，你疯了！我会写个屁的词啊！全京城谁不知道他是个大字不识的武夫，还写词？好啊，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我马兄的学问。拿笔墨来。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等会儿交白卷我怎么混啊？今晚兄弟我不仅要让你把面子赚足，还要送你上花魁的床。秦昊略一思忖，提笔就写，气势惊人。马兄挺胸抬头，拿去装逼。哼，本小爷的大作，拿去慢慢品。词名笔窜子，咏梅。我倒要看看你个莽夫能写出什么狗屁不通的东西。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凌化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怎么可能？驿外断桥，寂寞无主，这写的不正是我流落风尘的凄凉吗？零落成泥，只有香如故，这写的不正是我不愿随波逐流的傲骨吗？多谢马公子赠词，公子懂我。千古绝唱，这绝对是流芳百世的千古绝唱啊！马公子竟有如此惊世之才，我等之前真是瞎了眼啊！我操，这也行？我居然真的抱得美人归了！联系，一定联系！不可能，绝不可能！他一个大字不识的武夫，怎么可能写出此等千古名词？抄的，他一定是花重金买来抄的。马公子，青丘公子所言。你放屁！老子赢了，你就是抄的！你有本事给我找找，老子从哪儿抄的？完了完了，沈兄弟，这下怎么办？瞧不起谁呢？马公子才高八斗，再来一首有何难？等着。小白脸，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是一首写雪的诗，春雪。好一句“不穿庭树做桃花”，将春雪写得如此清灵俏皮，绝！多谢马公子，今夜雪儿也请公子帮忙。奇人之福啊，苍天不公！不可能，这不可能！哈哈哈哈！小白脸，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我不信，除非我来出题，你能临场做出一首，我才心服口服。来，你尽管出题，老子今天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好，那你就以美雪争春为题作诗，要同时写出两人的美，还得评出高下。这种心胸狭隘的杂碎，
今天必须把他踩进泥里。马兄，一手一手热，今天咱们就教教这帮自命不凡的文人，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好嘞，小白脸，听好了，这是你爷爷临场做的。梅须血血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我的老天爷，这切入点简直刁钻到了极点。是啊，谁也不得罪。梅有梅的香骨，雪有雪的晶莹，这等临场应变的才思，简直不是人啊！这句雪却输梅一段香，不仅化解了尴尬，此事一出，我与梅姐之名必将流芳百世。怎么，这就吓傻了？老子这还有一手呢，买一送一。也是雪梅，有梅无血不精神，有血无尸俗了人。日暮时成天佑雪，与梅并作十分春。我等饱读诗书10余载，今日方知何为井底之蛙，心服口服。马公子，这两首诗虽然精妙，但似乎都在偏袒雪儿妹妹。难道在公子心中，我不及雪儿妹好看吗？梅姑娘在说什么？这两首诗明是夸他们各有千秋啊！梅姑娘别生气啊，不是你不好看，是本少爷确实更喜欢雪儿。我操，这货居然连自己做的诗是什么意思都听不懂！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这尼玛演砸了！看到了吗？我就说他是抄的，他连自己写的诗是什么意思都不懂。这4首千古绝貌，绝非抄袭所能得来。如果我猜的没错，作诗之人就在公子身边吧。沈兄弟，抱歉啊，我露馅了，接下来交给你。是你，这怎么可能？梅姑娘冰雪聪明，既然被你看穿了，我也就不装了。我这个人呢，别的本事没有，就是脸皮厚。这2位可是出了名的实质，哎，可惜我现在这具身体实在虚弱。既然诗会已分胜负，沈某就不多叨扰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有缘再见。沈公子且慢，公子一连赐下4首千古名篇，字字著名。若公子今日就这般吝啬赐教，福寿离去，便是觉得尊家等凡俗之辈不配探讨文学。公子若走，便是今日便从这里跳下去，以死明志。姐姐若死，雪儿不独活。公子若不肯与我姐妹2人前往雅室探讨诗词，雪儿便陪姐姐一起跳下去。这简直是学术绑架吧！封建社会的文艺青年都这么刚烈吗？动不动就跳楼？沈兄弟，你还愣着干嘛？2位才女以死求教，这可是名天下的好机会啊！你要是不去，马哥我都看不起你。你懂什么？我是怕脑力透支。2位姑娘冷静，沈某。在全场才子羡慕、嫉妒、恨不得取而代之的目光中，秦昊被2位才女请进了顶楼。晨光微露，这叫什么事儿啊？守着2个如花似玉的绝代才女，居然真的喝着清茶，讲了一晚上的品阶押韵。昨夜闪回，书阁内烛光摇曳，梅儿和雪儿满心欢喜地铺纸研墨，恳求秦昊留下墨宝。然而，当秦昊卷起衣袖，露出那皮包骨头、布满旧伤的枯瘦手臂时，2位才女震惊了。随后，2人红了眼眶，心疼这位绝世大才到底受了多少苦。哎呦，沈公子，昨夜在书阁歇息的可还好？多亏了您的4首神作，现在满京城的文人雅士都把咱们这儿当成文坛圣地了。您可是我们醉月楼的贵人啊！这波不亏，4首诗换个长期的免费食堂兼情报站，值了。沈兄弟，吃着呢。不，起晚了，估计家里老头子已经拿着家法在等我了。后天老地方见。众卿家，这份赈灾之法，你们觉得如何？开阳伯既然众卿都无异议，那这以工代赈、减免税收的法子，就由户部去办吧。记住，省下来的银子都得分划拨给北方边关。文官集团气得能容我，到底是谁给长公主出的这种毒计？下官遵旨。陛下能想出如此惊天坏地之策，此人必是治国大才。老臣斗胆，请陛下重赏此人，并将其引入朝堂，为国效力。这等人才绝不能让长公主独占。杨国公费心了，此人乃是我公主府的幕僚，一介白身。我大金皇朝可没有白身直接入朝为官的先例。恰此差矣。非常之人当行非常之事，如此大才也是可以变通的。这帮老狐狸想抢人，门都没有。太子，此事你怎么看？啊，父皇，您说什么？混账东西！朝堂之上，你竟敢神游天外！你这太子是不想当了吗？父皇息怒，儿臣。说，你刚才在想什么？父皇，儿臣今早得见4首传世诗词，惊为天人。刚才一时沉迷其中，这才分了心。父皇，太子哥哥也是痴迷文学，一时忘性。废话，朕倒要听听是什么诗词，能让堂堂太子连国家大事都不顾了。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无意苦争春，一日寻梅须逊雪3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日暮时成晨又雪，与梅并作10分春。是谁做的？好诗，太子，这是哪位大学士的新作？回父皇，并非哪位学士，此乃京城一位新晋才子所作，人称附庸风雅沈公子。既然你这么喜欢这4首诗词，那就给朕抄写1000遍。
抄不完，今晚不许吃饭，退朝。青瑶，那个附庸文雅沈公子，可是你府上的沈浩？父皇，儿臣还不能确定，已经派人去查了，但京城不可能能一夜之间冒出2个绝顶聪明的沈信子，多半是他。好，不仅有经国际之才，还有如此惊艳绝伦的诗才，能写出这等高洁诗词之人，必是品性高雅之士。启禀殿下，查清楚了，那4首诗词确是沈浩沈公子昨夜在风月楼为花魁梅姑娘和雪姑娘所作。这不可能！风月楼、青楼，他居然把这等传世之作拿去讨好2个风尘女子，还富彬文雅，他简直是暴殄天物。这年轻人倒是风流。父皇，儿臣这就回去收拾他。空有一身绝世才华，居然如此无真力。哎，年轻人嘛，风流才子哪有不去青楼的？只要他不是那种食古不化的酸奴，有点瑕疵反而是好事。青瑶啊，你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将这等奇才牢牢地绑在咱们皇家的战车上，绝不能让文官集团抢了去。父皇放心，儿臣明白，绝不让这群老狐狸得逞。义国公，您老怎么在这儿？青瑶丫头，老夫等你半天了。听说你想出了个绝妙的赈灾法子，给老夫手底下的兵省出了几10万两的过冬军饷，老夫特来道谢，顺便也想见见你背后那位高人。连军方的人都惊动了。老夫想亲自问问他，在这大清皇朝，到底是文臣重要还是武将重要？若他也是个重文轻武的酸儒，老夫这声谢不道也罢。见过公主殿下，见过义国公。这小子见了本国公居然不跪，有点骨气，就是这身板也太弱。国公爷折煞晚辈了，那不过是晚辈胡思乱想的一些浅见，若没有公主殿下的鼎力推行，也不过是一纸空文。沈浩，在你眼里是文臣重要还是武将重要？义国公，小子斗胆问一句，那您老觉得文臣重要还是武将重要？当然是武将重要，没有武将保家卫国，哪里有那些文臣和门阀世家的好日子？殿下，您觉得文臣武将哪个重要？文治武功缺一不可。两位的说法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文臣武将都不如百姓重要。没了百姓，要不要文臣武将都无所谓。刚才两位所言都是在给文臣或者武将争取利益和权利，心里并没有完全站在百姓的角度去考虑。可这只是权力斗争，不是纯粹的造福百姓。庭内陷入沉寂，两人皆是一震。受教了，看来我也被那群喜欢权力争斗的酸腐儒生给影响了。如果站在百姓角度考虑，你觉得文臣重要还是武将重要？将。什么原因让你觉得武将重要？还是说本国公在这里让你做出违心的决定？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弓弩射程范围之内。强大的武力才能让百姓生出民族自信心。好，这么说，秦昊，你觉得武将更重要？你厌恶文人，你自己不也是文人？我说我不是文人，只是懂得一些文字技巧，那并不是我谦虚的玩笑话。自古文人多误国，百无一用是书生。趋炎附势，奉承结党营私，玩弄权术，有乃便是娘的多姓家奴，说的就是文人。骂得好！这么说，你是站在武将这边的？不是，我只站百姓这边。守卫边关，我自当为武将出谋；赈灾惠民，我自当为文臣出谋。我只站百姓这边。开阳伯夫人杨素心担忧皇后娘娘凤体，得知娘娘多日食欲不振，特送来红果糕，让她进来吧。臣妾拜见皇后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起来吧，赐座。皇后娘娘，还是因为浩儿，当初浩儿的婚约确实损害了皇家颜面，可我没想到浩儿神智最近恢复了，和伯爷大吵一架，离家出走。可我万万没想到，他竟然去麻烦长公主殿下，不仅毒打了德武，还带着长公主的贴身玉佩，我也奈何不了。此事，你说的此话当真？绝不敢欺骗娘娘，秦家真的顶不起浩儿这么折腾。走，去问问青瑶。陛下别生气，我们去问问青瑶，万一不是……难不成你觉得区区伯爵府夫人敢欺君罔上？1刻钟后，公主府大门。见过父皇，见过母后。哼，义国公也在。老臣是想来谢谢出谋划策的沈公子。陛下，臣已无其他事，先行告退。义国公留步。青瑶，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和你母后？青瑶，我和你父皇都知道了，你是不是收留了秦昊？父皇母后，你们说的是那个和三妹有过婚约的秦昊？除了他，还能有谁？秦昊仗着你的贴身玉佩，在家里为非作歹。沈浩是秦昊？按照父皇你说的，拿我贴身玉佩的是秦昊，那沈浩就可能是秦昊。我去问问。青瑶，你去问话沈浩，给我和你母后安排个能听到你们说话的房间便可。冠军，没有您这么溜人的，属下就想休息休息，咋就这么难？竟如此大胆！陛下，这小子就是这个样子，你可别生气，这可真是个人才，于国于民都不能杀。秦昊，
你可知罪？殿下，我给你出谋划策，还贡献上联，怎么就有罪了？这么说，你就是秦昊，那个让我三妹以泪洗面，让我皇家颜面尽失的秦昊。我操，掉马甲了！坏了，怎么这么快就掉马甲了？按理说，我不提杨素信那个毒妇，绝对不敢动把长公主牵扯进来处置。好大的胆子，隐姓埋名欺瞒本宫，你可知这是死罪？准备卖下，草民并非有意欺瞒，实在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不得不改随母姓，借公主府的庇护苟活啊！不愧是迷倒风月楼花魁的才子，口齿就是伶俐，但这不能免除你欺君之罪。殿下，我说了您可能不信，我真是最近才恢复神智。至于我的才华，从小积累，痴傻并不会减少我的天赋。当然，若是殿下执意降罪，我便承认是装傻。不过那欺君之罪可就不只是我了，还有开阳伯杨国公之女杨素心以及我的2个弟。届时请殿下给我一家人治罪，欺君之罪当面满门。好家伙，这小子够狠的，死也要带走全家。早听说过秦昊不喜开阳伯二夫人，没想到仇怨这么深。秦昊，你真是把本公主耍得团团转。你有才华，你就说你是秦昊，又能如何？莫非你觉得本公主不能容你，会杀你？殿下杀我倒不至于，但可以揍我一顿不是？就我这小身板，2板子下去命都没了。秦昊，你是有什么冤屈，才让你改名换姓来求我庇护？殿下果然聪明，可惜现在还没拿回娘亲的尸骨，不能全盘托出。没什么冤屈，就是想参加科举，苦于没有门路。如果从头考试需要的时间太长，我这才想着成为殿下幕府，若能立功，也好求得一个科举名额。就这？就这。你下去吧。殿下，如果真要杀我，我坚决认定是我装傻，欺君是大罪，杀头时候一定要杀我全家啊！滚！好嘞。父皇，我觉得其中有很大问题，秦昊肯定有什么隐瞒。他有如此才华，怎在秦家会如乞丐一般被对待？陛下，秦昊之事，而且当年太医亲自诊断过秦昊，痴傻之症绝不可能是装的。秦昊是京师出了名的傻子，他有什么魅力，竟让你们2人同时为他求情？请遥听旨。儿臣接旨。秦昊贡献赈灾放掠有功，朕特许他参加本届科举，剩余功劳留存，日后若有其他功劳，再一并赏赐。大海去趟开阳伯府，告诉开阳伯管好自己的夫人，他若再敢叨扰皇后，过问皇家之事，让他提头来见。奴才领旨。萧元，你既然能看出秦昊和秦家之间有问题，朕又岂会看不出？伯爷回来了。妾身已经备好了酒菜，庆祝伯爷荣升户部尚书。哼，秦昊那个小畜生，我捏死他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伯爷，不是，不好了，宫里的海公公来了！快请！传陛下口谕，命开阳伯管好自己的夫人，若再敢进宫叨扰皇后非议皇家之事，提头来见。怎么会这样？陛下竟然要杀我们！剩下的伯爷自己掂量吧。咱家告辞。你到底在宫里胡说八道了些什么？你是想害死整个秦家吗？我只是去告诉皇后娘娘，秦昊把德武打成了重伤。蠢妇！你此还不跪下给你2娘赔罪？这不是秦家的传统美德吗？完了你了！来人，请家法！好啊。不过贵伯爵大人可得悠着点，万一我一害怕失手把玉佩摔碎了。你别以为有长公主撑腰就能无法无天，明日早朝我必参你一本。你要是就放这种狠话，那老子就不奉陪了。等等，你现在住在长公主府，关你屁事。既然你不想回家住，那爹改天去你那里坐坐。这老狐狸突然变脸，肯定是嗅到了肉味。爹娘，我听说秦昊那个杂碎把德武打伤了，他在哪儿？老子今天非锤死他不可！畜生，给我住手！那是你大哥，谁教你如此没大没小的？哟，大少爷这声杂碎骂得好啊！你个野种，你少在这挑拨离间！闭嘴！立刻给你大哥道歉！让我给他道歉？我呸！我不道歉，他一个傻子也配让我道歉？看来大少爷确实不欢迎我，告辞了。混账东西，还不赶紧道歉！智儿，听你爹的话，快道歉！对不起。哎呦，声音比蚊子还小，听不见啊！大声点儿！对不起！这么大声干嘛？乖弟弟一边玩去吧。浩儿气消了吧？走。
去你院子聊聊。哟，伯爵大人，看来咱们是没机会坐下聊了。您这拆迁队效率挺高啊。这是怎么回事？谁干的？伯爷息怒，妾身知错了。听说德武被打伤，妾身气急攻心，就让人把这儿拆了。胡闹，下不为例。浩儿毕竟是秦家的大少爷，以后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成何体统？戏真多。浩儿啊，你现在住在长公主府，为父问你件事。行了，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有什么话直说吧。你可知那想出赈灾策论的高人是谁？知道啊，就是我。逆子，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开玩笑？为父是在问正事。我没开玩笑，真是我写的。只要你告诉为父那位高人是谁，为父保证，以后秦家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不是我不说，是长公主殿下下了死命令，绝对不能泄露那位高人的身份。浩儿，长公主给的赏赐再多，能有咱们秦家给的多吗？你想要什么条件，尽管开口。我的条件很简单，把我娘的尸骨还我。我就告诉你是谁。不行，伯爷，你绝不能答应他。你要回尸骨可以，但你必须发毒誓，绝不乱说。你若害伯爷丢了乌纱帽，我宁贝格不还你。只要你把尸骨还我，保证不乱说。伯爵大人，现在该你选了。高人能让我升迁，但万一这逆子惹怒陛下，海公公的警告。浩儿，你换个条件吧。我赌赢了。既然你们给脸不要脸，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恭喜沈公子，贺喜沈公子！殿下刚刚传下口谕，陛下已经特许您参加今年的恩科了，只要高中，您就能入朝为官了。入朝为官，好，只要有了官身，我报仇的阻力就小多了。是，你最好别给本宫丢脸。那个殿下，这实干我是没问题，但是这科举考试的文章格式、四书五经的引经据典，我还真不太熟。你不仅能解千古绝对，还能写出那等惊天伟地之策传世诗词，你居然跟本宫说你不会写科举文章？我不是说了吗？我不是文人，那些堆砌辞藻的八股文、马屁文章，我真写不来。殿下，您能不能给我请个靠谱的老师，突击辅导一下？离科举只有半个月了，你现在临阵磨枪有什么用？半个月足够了，我脑子里有货，只要学会格式，直接套模板就行。半个月学成科举文章，信你才有鬼！你这不仅是狂妄，简直是嚣张！滚出去！本宫不想看见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啊？小气！沈公子，快起来！殿下给您请的老师到了。这长公主还挺傲娇的嘛。昨天让我滚，今天就把老师送上门了。嘴上说不要，身体还是很诚实的嘛。祖宗哎，这话你也敢乱说？小心隔墙有耳啊！父皇，您怎么亲自来了？秦昊那家伙口无遮拦，行事乖张，万一冲撞了您……怎么，他不是自诩有惊天伟地之才吗？朕亲自来看看他到底有几斤几两。你今日在朝堂上遇到的那些治国难题，更好拿来考考他。一会儿他来了，你若是敢暴露朕的身份，朕明天就让你母后给你赐婚招驸马。儿臣遵旨。殿下，沈公子到了。这大叔谁啊？气场这么强，怎么连李靖都只能站在一旁伺候？这老师的来头不小啊！